第9课，强化自信，提升心理韧性。你是否曾有这样的经验？你真的很自私，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当你为自己做决定时，对方用这句话让你内疚不已。我这么辛苦，都是为了你，你居然不领情。对方的委屈让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。算了，你不帮我也没关系，反正我自己死掉就好了。对方的极端反应让你瞬间手足无措，只好顺从他的要求。在情绪勒索的关系里，我们之所以屡屡陷入困境，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做错了，而是因为我们不够自信，无法坚定自己的内在立场。自信与心理韧性是抵抗情绪勒索的最佳盔甲。今天这一课，我们将学习如何强化自信，拒绝内疚感，并学习冷静面对，不被影响的方法，让自己真正拥有心理上的自由。1、拒绝内疚与自责，重建自我价值。内疚感真的是我们应该承担的吗？许多人之所以容易被情绪勒索，是因为太在乎别人的感受，导致自己内心充满责任感的错觉。例如，错误观念1：别人生气是因为我做错了。正确观念：别人的情绪是他的责任，不是我的责任。错误观念2：如果我拒绝，他会很难过，那是我的错。正确观念：他有权利难过，但我也有权利做自己的决定。错误观念3：如果我不答应，对方会不喜欢我。正确观念：真正爱我的人会尊重我的选择。淑敏是一个习惯讨好别人的人，无论是家人、朋友还是同事的请求，他几乎来者不拒。有一天，他的朋友春美约他周末一起去逛街，但淑敏其实已经安排好要休息一天，好好充电。春美：淑敏，这周六一起去逛街吧。淑敏：可是我原本打算在家休息。春美立刻变脸：原来你觉得陪我很累啊？没关系啦，你忙你的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淑敏瞬间觉得自己是个坏朋友，于是赶紧改口：没关系啦，我去啦。结果呢，淑敏累了一整天，回家后懊恼不已，觉得自己怎么又没办法拒绝。这就是内疚感操控的典型案例。如何重建自我价值呢？1、提醒自己，拒绝别人不代表我不好。2、帮助别人是一种选择，不是义务。3、别人的情绪应该由他自己负责，我无需为此感到内疚。记住，爱自己不等于不爱别人，而是让自己拥有选择的自由。2、学习冷静面对，不被影响的方法。当我们拒绝情绪勒索时，对方可能会出现以下反应：愤怒型：你竟然这样对我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可怜型：我好难过，你真的忍心这么做吗？冷战型：好啊，
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。这时候我们最容易心软，然后妥协，但事实上这只是情绪勒索的测试。如果你这次屈服，下次对方就会用更强烈的手段来操控你。永强的主管老张经常要员工加班，但从来不给额外补偿。有一天，老张突然打电话来，老张，永强，这周末帮我把报告整理一下。永强，可是我这周末已经有安排了。老张语气沉重，永强，我一直很看好你，才特别交代这个工作，你该不会连这点小忙都不愿意帮吧？永强心里开始天人交战，如果我不帮，是不是代表我不够努力？老张以后会不会不信任我？我会不会被针对？但这次他决定试着冷静面对，不被影响。于是他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平静地回答，老板，我很感谢你的看重，但这周末我确实有个很重要的安排，这次我无法帮忙，还请你见谅。结果呢，老张虽然有点不悦，但最后还是去找了别的同事处理，并没有真的对永强怀恨在心。关键在于，你越冷静，对方就越难操控你。如何冷静应对呢？一，给自己一点缓冲时间，先不要急着回应。例如，这件事我需要考虑一下，再给你答复。二，以平静的语气回应对方，避免争辩。例如，我理解你的想法，但我已经有别的安排。三，不让对方的情绪影响你的决定。记住，对方生气不代表你做错了。三，用理性与情感并行，建立坚定的内在力量。有时候我们会过于理性，忽视自己的感受；有时候我们又会过于感性，被内疚感牵着走。真正的心理韧性来自于理性与情感的平衡，既能理解对方的情绪，但又能理性坚持自己的界限。当别人对你施加压力时，你可以这样回应：一，表达理解，但不妥协。我知道你希望我帮忙，但这次我真的没办法。二，肯定自己的价值，我有权利做对自己最好的决定。三，不被罪恶感绑架，对方怎么想是他的事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心理韧性不是冷漠，而是坚定自己内在的力量，让别人的情绪不再左右你的决定。结语，真正的强大是内心的自由。当我们能够强化自信，提升心理韧性，我们就不再容易被情绪勒索影响。当你拥有强大的内心，你将发现世界依然充满爱，但你不再需要用牺牲自己来换取它。